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公司 Lithex 的关注。我们公司收购了一家澳大利亚证交所上市的公司。我们公司已经成立了2年多，是在今年5月份上市的。这个是免责声明、前瞻性声明以及负责人声明，在此就不赘述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以及我们的业务。我们公司所有的董事都拥有矿产方面的背景，而我本人还有我的同事 Steve Crabb 都曾经参与锰矿的开发。我们曾在 Auvex Resources 共事。我们的主席 Carson 今晚无法到场。我们的地质经理是 Brandon Bull。Malcolm 他曾经参与铁矿石还有其他矿产的开发，他职业生涯早期是担任地质学家，他也参与了锡坦的勘探。我们对于锡坦市场还有锂的市场都非常有信心，整个稀土市场都将会非常强劲。目前的价格，我们相信在供需需求的刺激之下，将能保持强劲的增长。我们公司的项目是在东皮尔巴拉还有 Gascoyne。我们的项目处在历史上重要的锡坦地区。我们所有的项目都靠近公路，这使得交通十分的方便，能很容易到达 Port Hedland 港口，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我们也将会争取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来促进项目的开发。我们公司的一个很强有力的优势是我们在上市之后有非常好的现金储备。今晚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市场的前景。我们都是处于这个战略性金属的行业，尤其是锡坦，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都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随着亚洲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需求将会越来越强劲。这些稀有金属的用途非常的广，包括轻型的磁铁、电动汽车、超薄的电池，比如在 iPhone 手机里使用的电池。同时，稀有金属还应用在飞机涡轮的制造，还有触摸屏的制造上，同时还有一些有机的应用。氢是含有有机成分的，这使得这种金属在涂料、造船业，还有一些生物应用上非常的有用途。我们在上市之后开展了许多工作。我们刚刚在穆里亚拉项目开始了一个3000米的反循环钻探，我们也在穆里亚拉开始了一个螺旋钻探取样的工作。我们在这边的目标是锡坦，还有其他的一些稀有金属。赌局石等。我们是在今年5月份上市的，首次公开募股得到超额认购，融资了400万澳元。我们目前已发行的股份是4000多万股，目前仍有30%的股份呢是在托管中。我们前20名的股东共占我们公司股份的57%。我们有很强劲的现金储备，截至上个季度末是有300多万澳元。我们董事还有管理层所占公司股份是11%。我们都非常的对于锡坦还有锂以及其他的稀土金属的未来发展非常有信心。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董事成员。Carson 是我们的主席，
他有丰富的勘探经验，尤其是在东皮尔巴拉的西坦地区。他在澳洲上市以及非上市工作都有工作过，担任管理职务。他也是一个通过了认证的地质学家，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皮尔巴拉地区从事地质勘探，后来进入了银行业，后来呢又进入上市公司，在矿业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我自己呢本身曾在 Auvex Resources 担董事，是从事锰矿的勘探，后来 Auvex 卖给了 Mineral Resources， 后者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上市的大公司。Steven Crabb 他也是我们的董事。我和 Steven 在 Auvex 的时代就一起共事。他现在在博斯经营一个非常成功的矿业服务公司。Steve 他的背景有氧化铝、黄金，还有其他稀土的加工经验。我们在 Auvex 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担任 Auvex 的秘书。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地质经理 Brandon 是最近加入我们公司的。他对于结晶岩、花岗岩这方面的地质经验非常的丰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我们的 Mandanici 项目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离马布巴只有23公里 ，Shore River 是离马布巴50公里 ，Pilgrim 项目是125公里离 Port Hedland 港口，而对于这个项目，很多人可能对 Virginia 矿床很了解，它离 Pilgrim 非常的近。Turan Mining 这个上市公司，他们也在这边有项目，最近在这边发现了重大的锂矿资源。Arthur River 是我们的第4个项目，不是特别有名，它是离 Conava 是250公里的距离。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寻找到稀土金属，尤其是锂和碳。Arthur River 它靠近前澳大利亚之前的一个碳矿 Navoli Mine。这边是几张照片，有的照片是拍的是很早之前拍摄的。在乌里亚勒地区的采矿历史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这一块地区有丰富的锡还有钽资源，有一些稀土金属资源。而现在，锡和钽已经成为了需求量非常大的金属，使得这一块地区呢又成为了热点。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大部分的项目地区都是在马布巴附近，在这边有一个 Northern Highway 高速公路，我们的项目非常靠近这条高速公路以及铁路。Gascoyne 项目还有 Arthur River 项目是在这边，离 Gascoyne Junction 也非常的近。我们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勘探工作，目的是为了对手头上的一些数据进行审核。我们获得了一些历史的数据，我们已经完成了数据的审核工作，已经进入了第2阶段。在第2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进行硬岩的和岩土的样本测试，尤其针对的是结晶岩沟以及残基层的岩沟。这边有一些废矿堆，有很多残基层岩体。因此呢，我们进行了一些样本的测试工作，发现了废矿堆中的一些锡钽的资源。我们发现，在过去的一些项目遗留的这些废矿堆中，有一些可以开发的资源。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工作呢，对这些残留资源的品位进行一定的了解。我们目前已经获得的品位数字的话，是从690 ppm 到2980 ppm 不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螺旋钻探，能够发现这些废矿堆资源的体积。我们也同时进行了淘洗浓缩样本的工作，发现了一些金属异常值。我们对所有的稀土元素进行了测试，我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我们发现，在这边列举的所有的稀土金属都发现了金属异常值。而第二阶段的硬盐测试，我们将针对的是结晶岩岩沟。我们在结晶岩的漏头发现了一些锡和钽的金属异常值。我们同时也发现了锂，我们将对此进行跟进作业。在穆里亚拉，锂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在这边主要是针对锡和钽。不过呢，在这边能发现锂的金属异常值，我们非常的振奋，将会对此进行跟进，了解更多的细节。最后呢，在我们对这边残基层岩沟进行的岩土样本测试，结果非常的令人振奋。我们目前也做了穆里亚拉地区的一些地质的工作和研究。反循环钻探已经开始。我们的目标是要了解这边的结晶岩矿体，尤其是在结晶岩岩沟还有残基层岩沟地区。重要的是，我们是寻找比较大的岩体，地质结构比较的一致的地区。我们的计划是完成一个3000米的钻探项目。在结晶岩沟还有残基层的岩沟各进行1500米的钻探。看一下这个图 ，Marble Bar 是在左脚那一块。你看到这边的是我们的一个项目所在地。我们在这边的占地面积非常的大，有60多个区块。我们在这边有残基层的岩沟，附近包围的白色的是电磁异常区，也有结晶岩的地区。蓝色还有绿色的地区也有一些废矿堆，废矿体仍然存在，在穆里亚拉地区比较普遍。再讲一下螺旋钻探项目，这个螺旋钻探项目主要是针对这些废矿堆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钻探获得废矿堆的体积的一些信息，同时我们也会对这些废矿堆进行冶金测试，了解这些废矿堆它们的可能的资源。今天的深度是5米多，总共的深度是1000米的钻探将会计划进行。在2012年，我们的勘探的工作包括完成在穆里亚拉的钻探工作，并且进行一些跟进的项目。因为那边有雨季，所以呢，如果天气适合的话，我们将会尽快的开始相关的工作，尽早的开始地质相关的工作。在 Bilgam Arthur River， 我们目前呢
对所有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审核和统计。我们将进行一些勘探工作，利用手头的一些电磁的数据，还有地质的数据进行跟进。我们将使用相同的技术，在其他的项目中采用相同的技术。我们将对任何可能的矿化靶区进行测试。最后做一下总结，我们公司是想积极增加在皮尔巴拉地区的矿权地面积，积极进行更多的收购。我们刚刚在皮尔干戈拉买了一块小的租区。这边的前景非常的好，这块项目也靠近 Atlas Iron 的项目 Artorium Mine。我们在 Pilgaran 的矿泉地附近的一些公司，他们都有一些很好的项目，最近都有一些重要的发现。这块地区的采矿历史也非常的悠久。我们同时也增加了莫里亚拉的土地面积，并将慢慢的增加项目周边的面积。我们不仅仅是想增加土地面积，同时呢也想获得更多的有战略意义的资源土地。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主要内容。我的联系方式在这边。我们公司的勘探经理 Brandon Bull 也在现场。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请尽管提问。谢谢大家。